在未来的10年时间里面，如果那批正确的无能者继续无能为力的话，那么技术精英和拥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商业精英之间的结合，将是不但是一个大势所趋，而且他们一定会把世界搞得更加天翻地覆，而且欧洲根本无法幸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2025年5月29号星期四在全网播出的这2天美剧播视频。先跟大家说抱歉啊，昨天一天公务非常繁忙，所以漏更了一天。今天呢赶紧补上。就在今天赶紧补上的时候呢，邦的一下我们收到消息说，马斯克已经正式宣布退出特朗普政府，石破天惊。其实呢早有预感，甚至在上个月的时候，特朗普就已经宣布了啊。这个因为根据特朗普和马斯克两人达成的一个约定啊，其实马斯克在5月底将正式全面退出特朗普政府。所以呢，前几天马斯克在他的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正式宣布5月底开始退出特朗普政府。其实一方面是早有预兆，甚至早有声明，但另一方面呢，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重新再来反思一下特朗普和马斯克两人的分道扬镳。其实坦率的讲，在几个月之前我就预料，但是我没有预料到会这么快，背后的真实的浅层次的和深层次的原因。同时我们来看看现在以美国为主要载体的西方最发达国家的那种民粹为主要风格的商业精英和希望能够改变世界的那些技术精英之间的这种结合，未来至少在10-20年将是大势所趋。但这10-20年大势所趋，如果没有深层的结构性的梳理，没有非常好的价值观，恐怕将是一个危险的趋势。这就之前我一直说的，当一批无能的正确者碰上一批能干的危险者，两者到底孰赢孰输，我想非常的明显。这个马斯克和特朗普，我加上门，马斯克们和特朗普们的这种联姻，就是技术精英，或者准确的说呢，希望能够改变世界的技术精英和一批拥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商业精英之间的结合，其实最早来源于什么？来源于刚才我说的无能的正确者。这个说实在的，在世界上西方国家屡见不鲜，无论是过去主流的共和党或者民主党的精英啊，拜登啊、奥巴马啊、小布什啊等等，都是如此。包括欧洲舒尔茨啊，包括马克龙啊等等也是如此啊。英国的 Keir Starmer 目前还看不出，但是大方向也是如此。当这批正确的无能者治国理政无方的时候，自然就会出现一批危险的能干者。只不过美国是什么？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科技和经济国家，叫春江水暖鸭先知而已。所以下面我们分几个方面来看，未来显然从跟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的第2任期又加上了马斯克这些希望能够改变世界的技术精英。原因也非常简单，在过去8年、10年时间里面，从第1任期到第2任期，世界的科技革命又迭代了好几轮。那如果这样的话，在未来的10年时间里面，如果那批正确的无能者继续无能为力的话，那么技术精英和拥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商业精英之间的结合，将是不但是一个大势所趋，而且他们一定会把世界搞得更加天翻地覆。而且欧洲根本无法幸免，欧洲的政治版图将一片一片的蓝黑。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是，那批正确的无能者到底能不能脱胎换骨，到底能不能真正更新出来？我认为很难，因为那批正确的无能者虽然价值观所谓的正确，但是由于治国理政无方，而且最主要的是跟他们的政客的来源地来源相当的不同。其实民主政治本来应该是众人之事，本来应该是专业人士放弃自己的高薪收入出来服务社团、服务国家，但是一不小心，民主政治由于它的这种游戏规则啊，由于它的程序正义，所以养成了一批叫 career politician， 养成了一批叫职业政客。过去像里根啊等等啊这些人，里根后来也变成了职业政客，但里根早年他真的是个演员出身，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才是那个正确的能干者的辉煌时期。当然那个时候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甚至再早一点60年代，也是由于科技革命还没有如日中天，所以才给了那批正确的能干者以能够发挥他们空间的地方。但是当科技革命撬动了人类整个的这个深层结构的底层的话，正确的能干者往往就很难真正的发挥作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科技革命如日中天的时候，它一定会催生财富的巨大增长，而财富的巨大增长在目前资本主义社会一定会诞生贫富不均。而在一个跳跃
国界本身在国际贸易领域或毫无秩序管理的国际的政治经济领域里面，它一定会导致，首先从贸易秩序失衡、国际贸易秩序失衡开始的国际的各种秩序的失衡，先从贸易秩序到经济秩序，然后到安全秩序，到人文秩序，然后最后是到其他一系列的秩序。这种失衡，坦率地讲，它往往是很难由这批正确的能干者能够解决问题，因为它如果是由于程序正义，它诞生了一批这个所谓的职业政客的话，那么职业政客他有领工资的嘛？他领工资的前提就是什么？对选民负责。我们经常说 try to get elected, re-elected again， 就他是争取选上，争取被选上，不断的周而复始。但是如果说当选民的基础发生变化以后呢，他们就很难实际来满足选民们的要求，因为这往往和他们政治理念的所谓的正确会形成一种结构性的冲突。比如说，当贫富分化越来越剧烈的时候，那么当原来的这些政治正确的所谓的今天是无能者，当年是能干者，他们价值观里面一些深层的东西就难以完全覆盖。无论是主张人权啊、自由啊、平等啊，都不错，都是人类精神世界的非常重要而璀璨的宝库里面的宝石。但是放在实际领域里面，至少阶段性无法解决你目前的问题。所以贫穷的时候的公平反而导致贫穷的公平主义，但是贫穷的公平主义一定会产生这个相对极端的激进的自由主义。当极端的自由主义发展到一定时候的，一定会带来更大的贫富不均，而更大的贫富不均如果再用均衡去解决的话，遇到一个非常大的科技革命冲击的话，政治正确的那批职业政客，这里面两个问题啊，一个是政治正确，他的价值观已经无法覆盖这些问题；第二，他本身的由于职业政客出身的人们呢，无论是他的个人的履历，还是他个人未来的政治前途，因为他要靠拿薪水才能过日子的嘛，还是诉诸选民、讨好选民，都无法根本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便里根、撒切尔活到今天，他们恐怕也会沦为一个正确的无能者，他们侥幸地活在了上世纪的70和80年代。长话短说，当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自然就会出现一批价值观不正确甚至危险的，但是能力上又非常能干的，能够改变世界的一批人。那么这批人里面的集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特朗普。你可以不喜欢特朗普，但你必须认同他某种程度不管是非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至少是撬动问题的能力。马斯克看中他什么呢？有人说马斯克自己不幸身在南非，不能当美国总统，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了。但马斯克门那批技术精英们，大家要注意到，这次特朗普第2任期重返政坛，其实相当程度是获得了美国的技术巨头的支持。这些技术精英们希望能够干什么？希望跟着特朗普能改变世界 ，fix the problem， 解决问题 ，change the world， 改变世界。当这两批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价值观另当别论。特朗普们的价值观不但是模糊，甚至是危险。技术精英们的价值观呢？所以我提出个命题：研究马斯克，研究美国的那些技术精英的价值观非常重要。当然，目前好像没有一个大学有这么一个研究课题，但是这个其实非常重要。这不光是研究美国的目前的这批技术精英们脑子当中想什么，他们过去的教育观、教育经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以及他们的人生的理念等等，还有他们有没有足够的人文主义情怀和他的最前沿、最底层的科技的这个革命能够相吻合，知所为而知所不为，改所能改而不改不应该改的那些东西，他们有没有这样一种立体深层次的思考 ？I don't know， 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而研究这个课题，不但是为了研究目前的这批美国的技术精英，更是为了前瞻未来20到40年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世界的走向。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马斯克走，或者马斯克和特朗普的分道扬镳、一拍两散，是命中注定，是结构性注定的。这些八卦的我就不再说了。今年2月份我就已经预言到，只不过没有预言会这么快，但是幸亏还是一个软着陆，但是问题没有解决。走了一个马斯克，还会有其他几个李斯克、王斯克、张斯克会进入政坛。即便3年以后走了特朗普，还有李朗普、王朗普、张朗普这些民粹的政治家、政客会重新来到西方的政坛。所以
彻底的研究西方世界的底层逻辑，这是现代社会真正顶流的学者应该去研究的问题。而美国的问题，我们千万不要说50步笑百步，美国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大家。